2年前，为了搞清楚原罪游戏的运行机制，他们俩……白教授，他们俩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，白叔！白教授，我提醒你，这些内容属于机密，不得向普通民众透露。我明白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爸妈的事情，为什么我没有权利知道？因为这件事不仅仅关于你父母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就加入我们，签下这份文件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加入仁安局？没错。这合同上怎么全是义务？你是要把我当牲口使啊？仁安局存在的意义就是保障人类社会的安定，必要的话，甚至需要我们牺牲自己来拯救他人。义务条款自然会多一些，不过加入仁安局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，至少你可以随意使用这个。你竟然可以在现实中打开原罪商城？只要加入我们，你也可以做到。但目前我们只能对商城部分破解，所以有些道具还是需要进入副本购买。那岂不是我的亿万功德在现实世界也能用了？爽爆了！你觉得老楚和红礼这个儿子怎么样？虽然有一些责任感，但做事冲动，还喜欢讨价还价，我不看好他。他还年轻，只要能力够，其他方面可以慢慢培养的。你要相信他。话虽如此，但我们的职责不同啊。你可以相信，我必须怀疑。行，您慢慢怀疑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。小希啊，我还有一堆研究课题要搞，入职培训就让小青来吧。现在可以说说关于我父母的消息了吗？他们还活着，我只能说这么多。其他的信息等你的级别上去后会知道的。看来想知道我父母的事情，就只能在这里打探消息了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季青林，仁安局第2特别行动组成员，欢迎你的加入。谢谢，我叫……你叫楚曦，性别男，现年22岁，无业，仁安局前首席研究员楚风眠与江红礼之子，最大的爱好是行善积德，毕业于帝都大学民俗文化专业，成绩中上，取向正常。在校期间追求校内不同女生4次，其中3次失败，1次在相处5天后女方提出分手，理由是……停！这种事情就不要说那么细了。你还是说说我们的工作内容吧。仁安局最初的工作是处理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超自然现象，我们称之为怪异。但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注原罪游戏就行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我整理的各类超自然现象报告，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。除了原罪游戏，其他的怪异事件从3年前开始就全部消失了。根据你父亲的研究，其他怪异现象并不是消失，而是被原罪游戏这个巨大怪异所吞噬，并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副本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打通每一个副本？那只是工作的一部分，其他时间还需要处理相关的衍生事件。衍生事件？是的，原罪游戏和现实并不是完全割裂的，它会侵蚀和影响现实。就比如成功通关游戏的玩家往往会获得超乎常人的力量，这些人必须及时发现和限制，否则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。这个我理解，还有吗？还有就是处理现实中的失控副本，避免副本具象化。什么意思？个别失控副本会降临现实世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具象化，一旦形成实体，就会扭曲和改变周围的一切生物，把它们变得如同鬼怪一般。这些副本为什么会失控？具体原因还在调查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一个副本失败的次数越多，失控的可能就越大。难怪游戏官网上会说，失败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由我们去找到副本的核心或者最终 BOSS， 将其破坏掉。也就是说，要在现实世界通关原罪副本了，这个难度可有点大呀。
完全具象化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在那之前，内部怪物都会被削弱，所以只要及时处理，就不会有大问题。基本情况都介绍完了，这是你的配枪。我还能配枪？这不会是模型吧？当然不是，不过也不要过于依赖热武器，枪只对尚未完全具象化的低级怪异有效。如果遇到了 BOSS， 还是需要利用规则或者超能力来解决的。接着，哎，别乱扔啊，小心走火！这个手机你要随身携带，所有的任务和消息都会通过它来传达。还有这块手表，你也要戴好，它会根据出现怪异的危险程度改变面板颜色，颜色越深就代表怪异越危险。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